我之前和大家说过，等我某一个平台到了1万粉丝，我就会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做自媒体以来一共的一个收入啊。那么今天恰好是这一天的到来时间啊，我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各个平台的一个收入。首先就是抖音这个平台的一个收入，抖音的话是从8月16号之后签订了那个创作合作者计划啊之后才有的收入，主要收入就是播放量的一个收入，还有平台。可能作为那种合作伙伴啊，加入那个计划，它会有一定的一个奖励吧，我怀疑应该是这样子。大家可以看到，从8月16号我签订了那个合作计划之后，到现在的收入一共是4618，这个收入也是非常高的，远比我想象中要高很多。虽然说咱们才1万的粉丝，但是这个收入已经能达到月收入超过4000了。这个对于国内的一些很多普通人来说，甚至是超过了他们的工资啊。所以实际上我之前一直跟大家去说过这件事情，作为普通人，自媒体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翻身的一个机会啊。我指的这个普通人，不是说你躺在床上啥也不干，就啥也优点也没有那种情况下你去做自媒体啊，那么你能够拿到不错的收入，并不是这样子。我为什么说普通人啊做自媒体能够翻身啊？其原因主要是你做自媒体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自媒体能够督促你成长，你自己都无法变得越来越优秀的话，那么谁会去看你，谁会去关注你呢？首先，所有的人的性格他都是慕强的啊，大家一定要了解这一点。如果你自己是个废物，或者是说你自己每天只会散发那个消极情绪的话，那么谁会关注你呢？对吧？所以说，首先第一点，自媒体能够让大家去不断的成长啊，这是其一。其二就是你通过自媒体把你的特长或者是说你的优势啊等等你的一些优点放大之后啊，自然而然的会有一些朋友就会慕名而来。比如说有一个人觉得我们的性格很像，我也感觉你很真诚，我很想和你交个朋友，那么会有很多人他有这种想法，所以说他会找到你，那么渐渐的你的朋友你的人脉也就越来越多了啊。那么第二点就相当于是放大你的优点，你能交到很多朋友啊，能得到很多人脉。第三点就是随着你的粉丝越来越多，也会有很多人想要跟你合作。这个不属于朋友的范畴，但是它属于商业的范畴。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机构他想要和你合作啊，或者是说有一些软件他想要找你打广告等等。那么这个就是未来你创业，或者是说你生存啊，你能拿到一个资金，或者说你未来创业能找到一些合作伙伴那么一个来源。如果说未来我要开公司的话，有很多人愿意投资我的话，那么这个也就是成为了我未来的一大助力。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第三点，就是一方面是你的合作伙伴啊，另一方面就是未来你创业的一些投资你的人。第四点，也就是最实际的资金我们能够通过做自媒体最后去变现啊。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为什么把资金就是挣钱变现放在最后一位，这也就是我特别想跟大家讲的。如果说你的特长没有到达全世界前几，你千万不要想着一开始就为了挣钱去做这件事。所以我就比较推荐大家把这个当做督促自己进步的一个过程啊，这个会比较好。当然你也不能每天都去记流水账啊，这个东西是非常切记的，因为没有哪个人会每天去关注一个陌生人啊，这个大家一定要切记。你最起码你需要给别人提供价值的一个前提下，当你有了一定的粉丝之后大家对你越来越熟悉的时候，你再开始去给大家去做一些日常，或者说做一下你相关的一些新状态的更新，这样子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关系的。但是你刚开始你做这个账号，你就开始每天就 vlog 日常，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人看的，真没有人看的。好的，那么这个就是我的一些自媒体的一些小分享。好的，我们接着看我们的一个后台账户大家可以看到这下面的一个收入来源，其中最高的一项就是创作者伙伴计划，有一次突然之间给了1300多，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这些收入。然后其他的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播放量的一个收益。
好的，这个就是某音的一个后台收入。好，我接着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小破站的一个收入。大家可以看到小破站的一个后台收入，从我做自媒体以来到现在一共是1000左右。那么实际上是去年10月份来日本开始做的 vlog， 就差不多有接近1年了。接近1年，一共的收入大概是1000左右，每天的一个收入大概是2块钱人民币左右就非常少。有些时候特殊的一些稿件收入，它可能某一个稿件它的一个播放量高的话，能达到100左右，100多一点点，绝大部分大概是几块钱到10块钱之间。大家可以看到，好的，这个就是2个平台的一个收入。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平台，比如说某红某红的收入就是0，没错，就是0因为某红完全没有变现能力，还有就是它也没有什么播放量收入这一说所以说我在国内做的平台主要是这3个。收入也是非常明显的这个就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梯度的变化。所以说为什么我当初会选择和某音签订了一个5天首发的一个合同，就是我必须在某音那边提前5天发视频之后，我才能去小破站那边发也是这个原因。因为真的有些时候你不得不去考虑生存问题真的是这样子。所以说大家也希望大家去见谅。小破站永远是我的根，就是我梦开始的一个地方。我最开始做中长视频，就是靠了这个小破站的一些水友的大力支持，包括水友群里面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小破站这边的我也知道大家很希望我经常在小破站这边开播，但问题是有些时候我真的没办法，我必须得2选1，对吧？但是这个未来的一个上限肯定是另一个平台更高，所以说我也希望大家能够谅解。但是我是永远不会放弃小破站这个平台的大家可以放心。我会永远记得那些老粉丝的这些 ID 的。实际上，对于小破站的很多水友的 ID， 我一直都非常有印象。最后我想说的是，肯定会有很多人会心里特别不平衡，凭什么你能够1个月通过自媒体挣到4000多我觉得你也就那样吧，没有什么特殊的点。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实际上我没有什么特殊的特长啥的，我靠的仅仅是真诚吧。就是很多人看我的视频，关注我，加我之后都是觉得我这个人可能比较贴地气，比较真诚一点，所以说他们觉得我的视频有参考意义价值包括我去公布自己的一个后台的收入我也是想要给大家看一下具体的一个情况。我确实通过自媒体挣了不少的一个钱，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个收入已经是非常不错了。具体未来每个月大概是什么收入我不确定，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清楚一点，就是我这个人永远明白滴水之恩另当涌泉相报。未来如果说我通过自媒体挣了不少钱比如说我平常的这个衣食住行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的情况下，我会把很大一部分的钱都会去用于回馈粉丝的，这个大家可以放心，我绝对会做到这种程度的。我指的不是说我要未来买了车子买了房子之后我才把自己的一个自媒体收入拿来反馈于水友，我指的是比如说我现在的一个状态就非常艰难，因为我现在要准备着去找工作我就没有去兼职便利店阿鲁拜头这些了。那么基于这种情况下，我自己的一个生存受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基于这种情况下，我可能就会尽可能的优先考虑自己那么如果说未来我在日本那边找到了一份工作，我的工作完全可以让我平时的一个收支平衡，那么基于这种情况下，我自媒体的一个收入我会尽可能的拿出很大一部分去进行一个回馈。方式的话可能会多种多样吧，有些时候可能会直接以发红包的形式有些时候可能会买一些东西，到时候寄到国内给大家发过去等等我会以各种方式去进行一个回馈吧。如果说未来真的某一天我们成了那种大博主我们通过自媒体挣了非常多的钱的情况下，我也会像旭旭宝宝他们那样子去给大家送一些
非常大的一些礼品，比如说送一辆车啊，或者是说买一套房子啊等等，我觉得都是可以的。我觉得这没什么，真的没什么。我觉得真的是就是靠的就是真诚嘛，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去藏着掖着的那种感觉。好的，本期视频主要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喜悦，其次就是公开了一下我自己1年以来做自媒体的一个收入情况。那么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拜拜。